谁能懂？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一则海底捞火锅店内有人向火锅小便的短视频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事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哈，在2025年的2月24号的凌晨，2名17岁的男子唐某和吴某在海底捞上海外滩店的包间内用餐后，做出了这种极其恶劣的行为。他们先后就站在了餐桌上，向火锅的这个锅底进行小便，并且相互拍摄视频记录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嘻嘻哈哈那个笑声。随后呢，在2月27号，吴某就将拍摄的视频发布到了朋友圈，这个视频随即就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公众的议论。在事件曝光之后，上海黄埔警方就立即介入了调查，并且发布了警情通报，对涉案的这个唐某和吴某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这说明这个行为它可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涉及法律层面的一些违法行为。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海底捞反应还是挺迅速的它首先呢，在3月12号通过微博发布了道歉声明，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比如将涉事门店内的餐具全部销毁换新，对整个门店进行了深度的消毒。对事发时段到消毒这段时间内到店里用餐的4109单客户全额退还餐费，而且进行订单付款10倍金额的现金补偿。这个金额你就大致算一下也是千万级别的，有可能能达到2000万哈。对，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关于海底捞这个10倍赔偿的金额还在微博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其中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海底捞的10倍赔偿，我需要跟朋友们平分吗？关于这一系列的讨论就迅速霸占了微博的热搜，以及打开小红书也非常多的网友晒这个帖子。就是有很多人因为他是跟朋友一起去吃的嘛，比方说有一个朋友，我们就要简称他为小明，他请了4个朋友一起去吃海底捞，花了500块钱，结果海底捞给他这500首先免单了，然后10倍再赔偿，又赔了他5000。这5000呢，因为小吴他认为我出的钱呀，对吧？我请客，那我海底捞也是赔给了我就自己拿了，这天经地义。但是小明的朋友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们也去那家店吃了呀，我们也有可能用的那个锅就是当时那个人尿尿的那个锅呀，我们也有风险而且海底捞这个10倍赔偿，明确就是说给这段时间内在我们门店用餐的所有食客的赔偿，并不是说给谁买单，所以朋友们就要求平均分这5000块钱的赔偿款，挺有道理就非常多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导致友谊的小船翻船了。那我简短说一下我的看法那就是说，你说这个海底捞也明确说了是对食客的赔偿，就谁去吃了赔谁，对吧？我觉得这非常合理因为你想，假如小明他请了4个人和请了10个人，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比如他请4个人，他就吃了500，他请了10个人的话，他可能吃了，咱夸张点说，吃了5000。那这5000块钱就意味着他会赔5万块钱。那这5万的金额，那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因为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个饭局，他才能吃到5000块钱嘛。没有其他人的参与，他是赔不到5万块钱的。所以这5万块钱的赔款中，其他的参与这个聚餐的朋友虽然没有买单，但他们亦有贡献。所以我认为，比如在一桌饭局里面，其他人虽然没有买单，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所以导致了这个更多的一个赔偿金额。而且他们作为食客呢，也是受害者，所以他们确确实实应该得到一部分的赔偿。那小明其实他有2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真的是敞亮一点，他就把这个钱平分给大家，是吧？因为你想，他去请别人吃饭，要么是拉拢关系，要么求人办事儿，要么是拉拢亲情那总之呢，无论是什么目的，这笔钱呢，你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那他把这笔钱一分，那大家皆大欢喜，就肯定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的给小明竖大拇哥。但是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他可以留一半的这个赔偿金，其余的那一半分给大家。我相信其他人也都已经非常开心了。但是如果小明一毛不拔，给其他人1分钱都不分的话，那我估计其中至少有那么几个他朋友他就已经失去了我们说回这个事件本身就海底捞这个赔偿这一系列的措施的成本预计确实能达到2000万左右，体现了海底捞对消费者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但同时呢，也反映了这个事件对企业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3月份的时候，这个海底捞就把这个2个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告上了法庭，索赔超过2300万，其中就包括餐具的损耗费、清洗消毒费15万。
经营损失、商誉损失2300万，维权开支10万。2025年9月12号，法院作出了一审的判决，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唐某和他的父母吴某及其父母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情况下，分别在指定的报刊上向餐饮公司赔礼道歉，赔偿海底捞220万。包括这个餐具损耗费啊、清洗消毒费13万、经营损失和商誉损失200万、维权开支7万，共计220万。可以说这个金额呀，双方应该都是不满意的。这个唐某和吴某这一方，他们肯定认为这个金额过高，但对于海底捞来说啊，这个金额远远不能覆盖他们付出的成本。很显然，他们两个是17岁的少年嘛，显然都是要由父母来承担了哈。虽然这个最终的判决金额比原诉求减少了不少，但是220万的这个赔偿金额啊，依然创下了类似的恶作剧事件的赔偿记录。没错，这220万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了。不仅是普通家庭啊，哪怕就是中产或者高产家庭，220万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可以说是非常的痛啊。这个深刻的教训，我相信足以让这两个家庭铭记一辈子。同时的话呢，也会震慑所有这个是吧，有这种倾向的熊孩子或者熊青少年们。其实我就觉得，像很多青少年啊，他们的脑回路呢，真的是有点奇怪，总会能干出一些非常让我们成年人震惊下巴的事情。不仅在中国大陆境内有这样的青少年，在海外这样的 teenager 也非常的。就是数量非常之大呀，甚至有人就调侃嘛，说在海外最恐怖的动物就是 teenager， 比什么那个黑熊啊还要恐怖，就是因为你都不知道 teenager 能干出多少吓唬人的事儿。就是你看这个动物啊的行为，你基本上是可以大致预判的。比如那个熊，你如果发出很大的噪音，它就会吓跑。但是这个 teenager 啊，你真是不知道他会干出啥来，是吧？对。而且咱们也都是从 teenager 过来的。说实话，那个时候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同伴就刺激，就说那么一句话，说：“哎，如果你敢这么样的话，那你就很厉害。”就因为你干了，你真厉害这么一句话，就会让很多 teenager 热血上头啊，就干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们男的在青少年的时候还真是挺幼稚的。我们女生一般这种言语上的这种刺激，没有用。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基因使然，另一方面，你看，确实男孩子比女孩子要成熟的要晚一些嘛。咱再说回海底捞这个事情啊，海底捞其实在这个事件刚开始发酵的时候，他居然一开始想的是息事宁人。大家看3月8号海底捞发的这条微博，我们感谢警方快速高效的查清案情，同时啊，针对恶意的传播者，我司保留追求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对于涉事的未成年人，我们呼吁避免对其个人及其家庭进行不当的传播和攻击，给他们一个接受教训和成长的机会。我那个微博的，我估计那个公关真是太失败了啊！对啊，是不是被遭到了炮轰吧？那绝对的。你看啊，他还强调追究视频传播者的责任，那不就是追究广大网友的责任呗？所以海底捞这条微博一发啊，瞬间就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被认为啊是对恶意行为的纵容。广大网友就直接炸锅了，就觉得你凭什么替我们去原谅这两个青少年啊？我们才是真金白银花了钱在你这吃饭的人。我想海底捞啊，他可能在刚开始发微博的时候还想觉得，哎，大家没准觉得我挺大度啊，我都不跟这两个青少年计较，是吧？没想到直接被大家骂了个狗血淋头。大家就觉得哈，海底捞你看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靠着服务才赢得一个比较不错的口碑，对吧？没想到海底捞的公关是直接这样的，大家就觉得这办事能力太差了呀。所以迫于网上网友们铺天盖地的骂声以及愤怒的怒火，海底捞才不得不重新发表了声明，就是开始你提到的3月12日发的那个声明，说提出了这个免费给大家退款吃饭的单，然后同时呢还赔偿10倍，并且向上海市法院提起了诉讼，追究这2名17岁青少年的法律责任。首先，这个事儿能这么判啊，广大网友首先表示是大快人心的，这大部分网友是赞同的，就认为这种恶行必须给予惩处。虽然咱说这个尿它不会损伤人的健康哈，那因为很多人不之前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没有水喝还喝尿嘛，但是你想这种心理感受那是极其恶心的。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知道自己曾经在被人撒过尿的这个火锅店用餐，那种恶心和愤怒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啊，那是一种心理问题，更是对消费者尊严的一种严重践踏。而且他们能干出这样的事儿，肯定也会干别的类似的恶作剧，其实对他们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意义。
现在这还算是一个可控的恶作剧啊！如果现在他们不悬崖勒马，给他们一个足够的教训，否则将来啊，他们还真不知道长大之后会做出多么更多的、更恶劣的一些行径，可能会遭受更加严厉的处罚。所以，对这2个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来说，虽然这个金额是够肉疼的，但是对他们的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示作用。17岁能干出这样的事儿的来说，应该说道德底线应该是相当低的。他们17岁其实已经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了，他们明知这种行为绝对是错误的，然后就一边撒尿一边录像，还一边嬉笑，这种恶劣程度真的超出了一般的不懂事的范畴了哈。民营企业，你看本来经营就不太容易啊，如果因为他人这个恶意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还不得到合理的赔偿，那就是对正当经营者的不公啊。这种判决真的是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啊，我是非常赞同的。是啊，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判呢，让他们赔偿这么重，220万元，对吧？基本上是史上最高了。我觉得在这个里面，17岁这个年龄是很关键的。虽然17岁啊是未成年人，但已经完全具备了违法的认知能力，就已经明显就是跟成年人没什么区别嘛，所以他必须要承担这个相应的后果。同时，父母呢也未尽到这个管教的责任吧。法院还强调这是首次支持高额的伤愈赔偿案，一个超过200万元的一个伤愈赔偿案。我觉得不只是伤愈，而且他实打实的海底捞做了10倍赔偿，他就付出了这个成本哈。对，就法院的成本。同时法院还指出为什么支持这个案件呢？赔款超过200万元，就是一个是海底捞他自己付出了巨额的这个赔偿，同时呢，就是有第三方的报告就显示海底捞经过这个事件之后，这个名誉大幅的受损，名誉度呢就下降了67%。同时呢，上海外滩的这家涉事门店它的营业额就断崖式下滑，起码在当时的半年之内，很少有人再去那家店就餐了。很多网友就认为，你看这是不是判太重了啊？既有拘留，又判罚220万，一泡尿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这个尿又不是说这个对人体有多么大的健康的损伤，而且呢，他们又是未成年人，是吧？当事人是17岁，在中国大陆呢，16周岁以上但未满18周岁，如果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在民事活动中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法律身份依旧叫未成年人。首先呢，大家就要清楚这一点哈。就第一点，这个经济赔偿的时候，真的是跟你是否是未成年人没有任何关系。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啊。就比如说一个5岁的小孩啊，假如他就不懂事儿，就是用石头砸坏了一辆豪车的玻璃和车漆，维修费假如说要上10万的话，他对这个车主造成的这个财产损失，那么监护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当然了，他是一个5岁孩子，确确实实年龄太小，他完全不用承担任何的损坏他人财物的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呢，就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免除了经济赔偿的民事责任呢？又有网友说说你看这不就是一泡尿吗？你就算把餐具啊、什么厨具全都换了，也就是几万，最大不了10几万、20万，那至于要赔200多万吗？那你先要想一想他的确对海底捞的这个经营，首先它造成了损失。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应该是去的人都少了非常多何况这个事件刚发生之后，几乎就是断崖式的，就没人去了。这是首先是非常大的一块经济损失，再加上你看他平时这个租金啊、店面、人力啊这些费用还都要照样支出，你说他要损失多少钱？其次呢，就是海底捞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嘛，所以他做出了一个10倍赔偿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给那个期间用餐的大概4000多组客户呢，那这些用户每个全都给了一个10倍的赔偿。就算每组客户咱就算200到500块钱吧，这么平均算下来，那真的是要上千万级别的一个赔偿。还有网友还质疑说，海底捞是不是故意去提出一个10倍的赔偿？因为对于海底捞来说，其实2000多万对海底捞不算什么大钱嘛，因为毕竟海底捞还是一个知名的全国连锁火锅品牌，还是挺有钱的。就海底捞的老板是不是就是为了出这口气，所以他要提出10倍赔偿，赔多一点，这样呢，他才去追究这2个17岁青少年的责任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这2个17岁的人多赔一点。对，他有依据了，是吧？你看，确确实实我损失了这么多钱这实打实的是损失掉了。而且从实际结果来看，不管海底捞有没有这个意图但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你看海底捞它自损2000万，那让对方赔偿200多万虽然呢远远覆盖不了它的这个成本和损失但是呢，它这个恶气也算是出了。反正就像你说的，人家也不在乎这2000万另外呢，你想
他这个2个青少年拍摄视频传播和没拍摄视频没有传播，那有巨大区别。假设这个事件没有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呀，当时海底捞很快速的就找到了这个未成年人和他的家长哈，他们很痛快的就私底下做出了赔偿，那也不需要起诉到法院。那么很显然，他赔偿那些餐具的这种替换费用啊就可以了，因为没有造成传播嘛，没有对经营的商家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那这家店的食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照去不误。但是事实是，既有视频在网上进行了传播啊，对海底捞造成的影响啊，然后海底捞呢又不得不通过起诉的方式，那起诉呢又在网上又造成了一波新的一个新闻报道和影响，从而啊对海底捞确确实实这家门店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必然对他的经营餐饮的这个商户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无论从这个公序良俗还是法理上讲，还是造成损失的这个角度来看，这2个青少年和他们的监护人确实都应该赔偿这个损失。那从第3个角度来说，有人说啊，你看这个家庭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海底捞你这么财大气粗，是不是你就网开一面得了啊？就赔个几十万象征一下，然后他们也该道歉道歉，人家也拘留过了。从于理方面确实该赔偿，但是从于情方面，你能不能够谅解一下这2个孩子确实还没有那么懂事儿？那按照这个判决结果来执行的话，如果这2个家庭经济又不是那么宽裕的话，那有没有可能造成家庭的一个崩溃？那我觉得啊，这可能跟法院的判决就没啥关系了，就法律先是这么判了。那至于海底捞后面在执行的过程中能不能要进一步的谅解啊，就同意这个金额减少呢？那就在从舆情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220万足够压垮这2个家庭？那我觉得也要分情况。比如说这2个孩子哈，他如果是7、8岁以下，那我觉得作为海底捞这样的一个商家来说，这个损失确实已经形成了，而且法院也判了。那他确实呢，可能可以再体谅一下，因为孩子7、8岁嘛，太顽皮，还不那么懂得社会规则和道德那么一个年纪。那根据海底捞的经营情况，他们考虑一下，做一下金额的减免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那也是海底捞的自由，就是他可以选择减免，也可以选择不减免，我都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对2个17岁的男孩来说啊，边是撒尿边录像又边嬉笑，我认为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而且他们有足够的完全的刑事能力。那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啊，海底捞其实真没有减免的必要了。就这2个孩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刚才我讲过了，他将来就有可能干出更恶劣的事儿。现在给他们一个急刹车，其实是在挽救这2个孩子。而且这2个家庭呢，那生活在上海又能去海底捞这种地方去消费啊，那我觉得每个家庭拿出100万、100多万来去做这个赔偿，应该还不至于摧毁这2个家庭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海底捞呢，它还可以做的一个就是让他们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执行这个金额的赔偿，比如以10年为限额哈，在计算利息的同时，每个月进行分期赔偿。这样呢，既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能让他们记上10年，同时也不至于让他这2个家庭啊，在那一瞬间就摊上这么一个100万的一个责任。从这个话题引申来说呀，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啊，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道德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来自于后天环境的熏陶，但另一方面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大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比如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在类似的家庭环境下，有的就是孩子会有一些主动的恶劣的行为，而且屡教不改。这样的孩子如果无法在小的时候及时纠正，长大了在社会上不仅对他人会形成困扰，早晚有一天有可能他们自己也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总结就是啊，我为这次法院的判决点赞支持，也希望无论是家长、监护人还是学校，也都能够在增加道德行为规范的这个案例上多做一些讲解，而不仅仅是在什么德育课上去讲美德。对孩子来说呀，这些太抽象、太理论化了，必须要给他们讲解一些活生生的真实案例，这样才能真正的入脑，让更多的未成年人不仅树立起有效果的这种道德和行为边界，而且呢，让那些学校里面有可能受欺负的孩子也知道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关于这个判罚是否过重，大家有什么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进一步讨论。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